你也不介绍介绍？她是老板娘。你承认了吗？老板娘好，老板娘长得还挺漂亮。好啊。反正我说什么别的，你们也不信。信。赶紧忙吧，赶紧忙。好。为了给大麦过生日，红豆和娜娜带她一起去逛古城，还去了胡有余驻唱的酒馆。红豆和娜娜亲自为她送上生日蛋糕和祝福。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大麦看到这里有些绷不住了，原来被人惦记是这么幸福的事。气氛到这了，娜娜也上台唱了一首歌，听着她委婉动听的歌声，红豆不禁想起了闺蜜南星。原本两人商量着毕业后一起去旅行，可现实却事与愿违。反观平时社恐的大麦，这会儿倒是喋喋不休。谢之遥开车来接大家，红豆也因为南星的事情喝了不少。熊的，把安全带系上。安全带系上。谢之遥见他没反应，就准备帮他系安全带。红豆忍不住抱住他的胳膊嚎啕大哭。为了安慰红豆，谢之遥把车上的毛绒玩具给他抱着，又贴心的为他系上安全带。次日两人醒酒，听着娜娜说起他们酒后失态的事情，感到无比尴尬。大麦平日里是个闷葫芦，可是2杯酒下肚就会唠叨着家长里短。红豆更是哭得眼睛红肿，得知毛绒玩具是小春女儿的东西，更觉得自己丢人。红豆刚把自己哭湿的小兔子洗净，就听到了谢之遥用小石子砸窗户的声音。两人在路上走着，想起昨晚的红豆，谢之遥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笑什么？我就是这种微笑的人，天生喜庆的长相。那你可想好了啊，长得喜庆可就跟村草没什么关系了啊，人设只能立一个哦。矮脚马王子听着本来就很喜庆，好不好？今天他们主要是解决仓库员工的问题。凤仪作为客服，工作能力较强，可她性子刚烈，对一些退货问题显得非常愤怒。她想让红豆去做思想工作。相信你啊，尽力而为。真奇，没事吧？果然，红豆对凤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她明白顾客的评价对店铺的影响，又举例自己在酒店遇到的奇葩事。凤仪逐渐接受了她的建议，尝试着耐心跟客户沟通。中午休息时，谢之遥递给红豆一杯咖啡，看到两人如此随意的相处，阿婶们纷纷八卦起两人的关系。阿瑶，你也不介绍介绍？她是老板娘。你承认了吗？老板娘好，老板娘长得还挺漂亮。好啊。有些事情其实真亦假，实假亦真，过多的解释和澄清不仅浪费时间，也让大家茶余饭后有了更多的谈资。谢之遥的阿爸提前回了村里，两人坐在院子里聊着天。谢阿爸话里话外都在说原来的工作多好，你原来在北京的工作多好啊，将来在那边买个房，这孩子的教育环境顶顶好，清华北大那还不是临门一脚啊。这事儿啊，你还是指望阿远了啊。阿远经历过上一次，回家也学乖了很多。谢阿爸在帮忙干农活时也听说了他的八卦，本来他挺高兴自己儿子终于有女朋友了。当谢之遥说红豆只是小院的租客时，又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呢，人家北京的姑娘还能鬼迷日眼的跟着你到村子来，人家在北京啊找个有房的结婚，孩子的教育环境顶好啊，清华北大临门一脚，清华北大也不知道装不装得下中国人。那么多花呀，哪些是给我的呀？除了这些菊花，其他的随便挑，随便拿。你爸不愧是花卉市场做批发的哈。经常自己买花吗？我哪有时间买花呀？我又不是许红玉，还有阿姨给的换水，是不是？红豆跟着小春来找谢之遥，看到他在院子里整理祭品，两人就聊到了双方的老人。谢之遥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怀念着记忆里的阿爷。他陪着阿爷去菜场卖鱼，挣到的钱阿爷就会给他买包子。阿姨，等我将来赚上钱，我也给你买个包子吃。那好啊，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呀找个好工作赚钱。到时候啊，阿爷呀不打鱼了，在家里等着阿瑶给爷爷买包子吃。好，吃阿奶。后来谢之遥长大读书，本以为毕业后会让阿爷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惜他却饱受病痛离开人世。所以这些年以来，他每次想到阿爷就会难受。红豆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感受，因为自己最爱的姥姥也是走得仓促，他也是难过了好久。第二天，祖孙三人去祭奠阿爷，你就好好的保佑下面的小辈儿们，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的。呀妈，他都躺在这儿，还天天的絮叨，躺在这儿也不能不干活。这边有了创业思路的马爷，每天都是笑靥如花，满怀期待地邀请娜娜来品尝他的创新产品。娜娜觉得虽然名字起得很有新意，可是口味似乎都差不多。她见娜娜评价并不高，便转头将茶品送给小晴。小晴这个心直口快的人，总是能第一时间给出自己最中肯的评价。虽然都是差评，马爷被人从头到脚的泼了一盆冷水。随后他又来到黄欣欣这里，看着他积极的品茶，得到的全是好评，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这清口用的水。马爷又来到大麦和红豆面前，大麦说自己不适合当场发表观点，但可以写成文字发给他。红豆则认认真真的在卡片上写着评价。这时突然看到了窗外的阿贵婶，便邀请他来品尝。但当他听到这么一杯小小的饮料就要20-30，顿时震惊万分。我辛辛苦苦
一天从早到晚也就挣5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打死我都不会喝。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冤大头来供着你？红豆表示，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这种消费方式的。他提出的建议也让马爷非常受益。在大麦的启发下，他忽然想到给美种茶背后创造有趣的故事，这样才能突出真正的茶文化。能不能帮我写个故事？啊，不能。不是很简单的故事啊，就是把豆奶拟人化，然后再配上漫画。我的意思是，得给钱。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钱吗？开价，成交，合作愉快。娜娜在小馆看着小夏拍的短视频，师傅再打我一次谢。两个相爱相杀的师徒俩，也让娜娜看得哈哈大笑。谢之遥一大早出去买菜，正想着红豆还没起床，他的窗户却在这时打开了。原来红豆被窗外的小鸟给吵醒了。这时谢阿爸从这里经过，看着自己儿子正盯着窗户里的姑娘看，很是感兴趣。阿爸，打水去。小公豆，被鸟吵醒了。谢之遥路过客栈，看见红豆睡眼惺忪，拿着纸巾擦拭落在窗框上的鸟屎。本来是一件很平常又无聊的事情，可在他看来格外有趣。而他这一脸痴汉的样子，也引起谢阿爸的注意。阿爸，打水去啊！那就是小院的一个租客。我看得出。谢阿爸察觉到儿子肯定对红豆有意思，闲来无事便到有风小院溜达。正巧遇到胡有余，两人寒暄了几句。他提了些关于歌曲创作的建议，胡有余尴尬地表示不是自己的风格。你可以改改路子吗？我像只鱼儿游在池塘那个啊，那多过瘾啊！行，叔叔，我努力。谢之遥和红豆开着观光车到村口接客人，正好碰到了胡子的爸妈准备离开。4个不知情的小朋友还在小卖部吃着冰棒。你们4个小萝卜怎么都在这里啊？虎子，你阿妈都要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吃冰棍啊？我阿妈呢？啊，在正口等着呢。胡子一听这话，立马丢下冰棒，哭着往村口跑。虽然胡子妈妈于心不忍，却还是含泪坐进车里载。胡子被奶奶拉着，只能无助的嚎啕大哭。你知道我和小黄为什么这么能说吗？这就是原因。看着抱着孩子们安慰的谢之遥，红豆终于明白他回村创业的初衷。他不想让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分开，不管是原来还是现在。与此同时，谢阿爸在村子里晃悠，各处打听谢之遥最近的工作情况。听着他为村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原来都是纯帮忙，一肚子的气就离开了。原来谢之遥创业路上的最大拦路就是他。在谢之遥接扎染房的时候，他就百般阻拦；谢之遥接手小院时，他又是各种闹腾。你怎么还打人啊？我没有。哎，去医院。阿瑶，阿爸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压过去，压过去。胎儿不怕疼啊，就躺着。我不同意。而电商仓库的大门也被他锁上了，还当着大伙的面把钥匙给扔了。越挫越勇的谢之遥直接拿着大钳子把链子给剪开了。进来坐。加油！回到小院的红豆给自己泡了一杯茶，他现在爱上了打坐，沉浸式的听着大自然的声音。楼上的胡有余灵感迸发，刚想要现唱一曲，忽然发现谢阿爸从门外进来，于是急忙藏了起来。谢阿爸径直走向红豆。我是谢之遥的阿爸。啊，谢叔叔，你好。哎，别动，坐着，坐。简单的寒暄后，他直接开门见山的说，想让红豆劝谢之遥回北京工作，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村子太小了，发展不起来。你说的对，对吧？你看，父母老是能够为儿女考虑的更多更长远。我爸妈也这样。你看，要还有他得喜欢你呢，你这个阿妹啊，了不得。红豆的话让他心里乐开了花，终于有个人能理解他的苦心了。红豆说，云苗村的基础设施在谢之遥的规划下已经初见成效，他相信在不久之后定会大有可为。您和阿姨这么辛苦，赚钱让他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他现在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您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他回来的原因。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信任他？谢阿爸听了红豆的劝告之后，重新审视了一下儿子的做法和能力，不免释怀很多。好好干。哟，你下午怎么来了？哦，我去走廊路过。哎，去村委会路过这儿啊？你给我做杯咖啡。那我给你来杯手冲。看着红豆认真磨咖啡的样子，谢之遥的眼神都快溢出蜜来，嘴角也忍不住的上扬。原来就在刚刚，谢阿爸离开云苗村，临走时鼓励他好好干。他知道这都是红豆的功劳，于是送完阿爸后就来小馆找红豆，还找了个蹩脚的理由，说自己只是路过。看着红豆费劲的搅拌咖啡，谢之遥忍不住上手帮他。我好越来越好。笑什么呢？你为何在笑？我就是这么想。
晚上，两人陪着阿奶玩飞行棋。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练，阿奶也调皮的开始耍赖，两人也是笑笑不予计较。谁知在接下来的一局，谢之遥把阿奶的飞机全部撞了回去，还嘚瑟的学她说话。阿奶，你不会是生气了吧？啊，刚才是谁说玩个游戏，可千万不要生气的哟。三人玩得不亦乐乎。其实对于老一辈来讲，身边能有子孙环绕膝前，心中无牵无挂，再无任何事情比这更幸福了。第二天，马爷又回归了往常的打坐。胡有余凑到跟前来跟他分享新曲，却越弹越暴躁，就差要摔琴了。于是就跟着他一起打坐，来平复一下心情。结果没多久，他就依靠在马爷的腿上呼呼大睡。随着宣传片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谢之遥特地找来叶森写脚本试试水，大家被搞笑内容段子逗得捧腹大笑。你之前写过剧本吗？没有，第一次写，挺难的吧？还行。我一想到是咱们认识这些人演，我就特别有灵感。那你觉得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满意？目前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这就不能叫剧本。叶森表示自己想要通过搞笑手法展示出极致的浪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氛围，然而笋子对此非常不满意，全程蹙着眉头，导致气氛变得无比尴尬。此时大麦高兴地拿着小礼物来专程送给娜娜，谢之遥便邀请她来分析剧本内容，一页一页的耐心看完，大麦开始评价：这个剧本是谁写的？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写的。啊，很有勇气。你就没觉得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哦，有一点。讲讲哪一点？我刚说了，很有勇气。那你方不方便跨一下行业，帮我们的宣传片写个剧本？给钱？给钱也不干呀！我可受不了当编剧的气。受什么气啊？像这种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拿着你熬了几个大夜写出来的作品的评头论足的气啊！笋子的观点和大麦不谋而合，二人一见如故，互相探讨着灵感。果然，大麦成功被笋子说服参与创作。这边笋子带着助手去山上拍摄日落，却不料突然下雨。谢之遥望着感慨，唯恐淋坏了拍摄器材。说话间，他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马场里的小马跑丢了。两人急忙出门去找。他呀是跟着别的马借了别的马跑了，我当时也去找了，但是他被大马挡着没看到，这是怪我。没事，找到了就好。因为时间太晚，谢之遥和红豆决定在马场留宿。二人在炉火旁烤火取暖。红豆看到刚烤好的红薯，就上手去拿，被谢之遥拦住。刚烤出来，先吃着半个吧。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感动了？感动不至于，最多感谢吧。两人互相打趣着聊天。当聊起有没有带异性同学回家吃饭时，谢之遥问起了红豆的那个今生挚爱。我姥姥去世那会儿，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我家人特别喜欢他。他就这么好啊？我叫谢之遥，名苗粗草，创业未半，有点穷，但是善良孝顺，作为亲朋好友，在这里帮他征婚。我不用征婚，我要认真搞事业。谢之遥一觉睡到大天亮，听到了窗外小鸟空灵的叫声，一睁眼发现红豆已经起身了。打开门就看到他正举着手机拍摄日出，谢之遥默默地陪在他身边，直至太阳露出金光。红豆原本拍日出的手机转向了谢之遥，他想要记录下跟自己一起看日出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马爷收拾好了行李，去给胡有余打招呼。他猛地惊醒，打算去送马爷。大麦只是简单的说了声再见。作为小院里第一个离开的人，他们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触动的。挺好的，马爷爷支棱起来了。我写不出歌，我写不出稿。两个落寞的人坐在一起发呆，商量着干脆去村里包块地。大麦想种花，胡有余则是想种太阳。两人抬头看向那耀眼的太阳，不约而同唱起了童谣。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照耀我们心灵的花朵，美丽可爱。这边小夏察觉到娜娜的情绪不高，询问才知她是为大麦的事情犯愁。小夏说人都喜欢表扬和鼓励，娜娜受到启发决定多表扬大麦。当晚红豆和娜娜煮夜宵，唯独大麦缺席，就连对聚会非常积极的胡有余都早早入睡。煮多了又浪费了，要不然让你没过门的老公来吃。我没过门的老公啊，这个点儿不去睡了。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个非常大的优点，什么呀？非常开得起玩笑。这边谢之遥在写策划案，阿奶上楼来问他要不要吃宵夜，谁知他早就把好吃的送到小院去了。你对人家这么好，人家领情。我和人家许红豆那就是朋友。我说是红豆了吗？哎呀，你下去吧，好不好？我这写推广计划忙着呢啊。那我去做吃的，必须吃。知道了，知道了。阿奶刚走，他就收到了红豆邀请他吃饭消息，就立刻下楼出发了。但看着眼前的美食，他不禁有点疑惑。这个肉臊是从我家端过来的吧？是啊。那你做了什么？加了青菜，煮了米线。好犀利啊，厨神！
几人边吃边聊。胡有余这几天精神状态不好，原来是他失业了。谢之遥问他是不是见过自己阿爸。红豆和娜娜觉得谢阿爸就回来了2天，不至于影响他这么久。谢之遥就开始讲他和自己阿爸的事。谢阿爸因为胡有余是个音乐家，就非常崇拜他，他也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创作，让谢阿爸提意见。然后呢？然后呢，一堆人提了一堆意见呗，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真的不好听。你就不能说说你爸？我说了呀，但我阿爸说是为他好，让他进步，而且人家小胡啊挺虚心的。刚开始还叫胡老师，后来就变成小胡了。我喜欢成熟的，像谢总那样的。像我这样的啊？我在跟秀鸭奶说，我喜欢成熟的，像你这样的。算你有眼光。红豆和娜娜在小馆里聊天，2人八卦起笋子名字的由来，他们觉得十分有趣。这时红豆爸妈打来电话，说已经收到他给家里寄的东西，有这么懂事孝顺的女儿。二老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听到2人聊天的秀英阿奶凑过来要给娜娜介绍对象，娜娜打趣说让她也管管红豆。红豆不是有阿瑶吗？这附近呀根本找不着人品模样比阿瑶好的。阿奶呀，我跟阿瑶啊就是朋友关系，过段时间我走了，你还是看到合适的要给她介绍哦。你不要她了。秀英阿奶为了谢之遥也是煞费苦心，红豆坚称2人只是朋友关系，娜娜赶紧站出来替她解围。虽然红豆走，可是我不走呀。你看我怎么样？你也好看得很呐，是吧？那你觉得我行不行？你觉得夏夏行不行啊？夏夏那就是个弟弟，是小朋友啊。我喜欢成熟的，像谢总那样的。像我这样的啊？正当大家说话间，谢之遥从门外走进来，还专门给红豆带了酸木瓜。娜娜酸的五官扭曲，可红豆吃的却非常淡定。阿贵婶拿了好多的菌子给大伙分，阿贵婶又去找凤仪，看着她给大家带菌子，还不住地夸自己的一双好儿女。凤仪听着她的话，想到自己的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等阿贵婶走后，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抹眼泪。这边村里的宣传片正在紧张有序地拍摄着木雕房的木雕工艺、绣房的刺绣工艺、小馆里的日常以及云苗村的特色表演，就连几个小朋友也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怎么了？不好看吗？挺好的。在笋子的安排下，红豆和谢之遥扮演一对情侣。绿水青山下，2人牵着白马在散步。笋子让2人手牵着手，红豆非常自然地牵住他，反倒是谢之遥有些不知所措。平时能说会道的他，这会儿居然结巴起来。热，你不觉得吗？很热吗？老夫，你手是出汗了啊？最后变成红豆挽着他的手臂，2人一马就这么走着。这边由于幼儿园的音乐老师辞职，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小春便想到了胡有余，并且邀请他发挥特长，教孩子们唱歌。不行，必须行！你现在赶紧洗澡，换身衣服，收拾收拾。不行，再见。下午2点半准时，不见不散。当他来到幼儿园，看到面前热情又捧场的小朋友后，也慢慢地放开了自己。小朋友们认真的聆听和专注的眼神，给足了他勇气。他也在音乐的旋律中重拾自信和勇气。